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一群人，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热热闹闹，自己家里却是冷冷清清，大半辈子过去了，膝下就是没有个一男半女。这种时候街坊邻居难免会闲言碎语，在背后酸个几句，对吧？哎呦，你看那个谁谁谁啊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，生不出小孩，肯定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啦。老张家这下可好，断了香火，绝对是欠了业债，老天爷在惩罚他们啦。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我的心里除了无奈，更多的是深深的心疼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被世俗观念绑架了几千年的痛点。你们去看看现在那些不孕症门诊，有多少夫妻为了求一个小孩，到处求神问卜，做试管，受尽了折磨。他们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，总觉得是不是自己前世做错了什么，今生才来受这个无后的惩罚。但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，不仅能解开大家心里那个压了十几年的死结，更会完全颠覆各位对因果与福报的认知。各位，在世俗眼光里，孩子是血脉传承，是养儿防老的依靠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句话就像一副沉重的铁链，锁了我们几千年。可是在佛学的高维视角里，只是被称为福田，它不是用来给你养老的工具，它是你修行路上的一段缘分。大家要记住，既然是福田，就意味着它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。有这块田的人，如果种不好，照样长出毒草，生出败家子。没有这块田的人，也绝不代表你就是个没有福气的苦命人。很多人会反驳，尼斯啊，佛经你不是也有讲绝世业吗？这难道不就是恶报吗？各位，你们真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在因果这张精密的大网里，没有指示这件事情，其实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境遇，里面恰恰藏着生命最深刻的智慧。法华经里有一句非常了不起的话，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意思是说，世间所有的现象，包括你今天儿孙满堂还是膝下无子，这都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假象，本质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。真正的业力绝不在于你家户口名簿上多了几个人，而在于你每天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在于你的起心动念。如果你还在为了生不出小孩觉得自己低人一截，那真的是太苦也太冤枉了。很多人把因果想得像投币机，我投进去1块钱的善，就得掉出一瓶好报。我生不出儿子，肯定是我投了个恶进去。但真正的业力运作，牵扯到你前世今生的无数个念头与发心。我们总觉得生了小孩，血脉就传下去了。可是大家静下心来想想，如果生命的最高价值只是传递 DNA， 那人和飞禽走兽有什么区别？佛陀早就点破了，生命的真正价值根本不在于血脉的延续，而在于慧命的传承，是你脑子里觉悟的智慧，是你心里悲天悯人的慈悲，是你这辈子留给世界的爱，这才是无价之宝。我们刚刚说子女是福田，但有田就一定能长出好庄稼吗？有的人小孩是来报恩的，这确实是福报。可你看看现在社会，多少人的福田长出了毒草，生了个讨债鬼，天天啃老，惹是生非，甚至对父母恶言相向，让老人家操碎了心。面对这种所谓的香火，你要来干嘛？这是福报吗？所以佛学中的绝世业绝对不只有恶报这一种，它分为3种截然不同的境遇。第一种确实是恶业相报，比如过去是破坏别人家庭，造下重恶，这一辈子承受孤独。但这种情况在普通善良老百姓身上是非常少见的。第二种叫做福德深厚，另有安排。这个人前世做了太多好事，积累了无量福德，老天爷一看这位大善人这辈子来人间，就别让他去受半夜喂奶，为了学费房贷做牛做马的苦了。老天爷把这些世俗的牵绊统统抽走，让他这一生清清净净，无牵无挂，把时间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圆满生命。第3种最了不得，叫成愿再来，发大誓愿。有的人这一辈子生不出小孩，根本不是业障，而是他前世发下的大愿。他在佛前发愿，我来生不要被小小的家庭绑死，我要把我的慈悲和财富拿去救济天下所有的苦难众生。结果这辈子一投胎，这道愿力让他今生无儿无女，可他喝了孟婆汤忘记了，还跟着世俗的眼光捶胸顿足，觉得自己命苦。
大家说这是不是天大的误会？你看看历史上那些高僧大德，他们没有娶妻生子，却成了千千万万人的精神导师，这难道不是更大的福报吗？龙树菩萨也说，法布施的功德远超财布施，你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种功德根本不是世俗子嗣可以比拟的。所以执着于我必须要有子女，就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我执。孩子香火这种执念像毒药，让多少婆媳反目，夫妻争吵，女性备受歧视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有孩子没孩子都是因缘生灭的相。当你能真正放下这份执着，打开心胸去爱世上其他的生命，尼师真心想告诉大家，你的福报绝对远超那些只为了防老而生小孩的人。道理我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觉得，尼师啊，你讲得太高深了，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没关系，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3个真实的故事，听完你就会明白老天爷的安排到底有多么的不可思议。在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叫王舍城。这个城里啊，有一位超级富商，名叫须达多。这个须达多有多有钱，放到现在那就是绝对的首富。他手底下的商队，骆驼和马匹连起来能排好几十里路。他家里的仓库黄金白银堆得像小山一样。按理说这么一个大富豪，呼风唤雨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他应该每天做梦都会笑醒吧？错了，须达多不仅笑不出来，他每天晚上都在偷偷的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有一根拔不出来的毒刺。他已经年过半百了，可是膝下连个一男半女都没有。偌大的一个宅院，金碧辉煌，可是到了晚上静悄悄的，连个笑声都听不见。你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儿子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叫绝户。街头巷尾的老百姓怎么说他？哎呦，你们看那个悉达多有钱有什么用，生不出儿子，这叫无福消受，肯定是上辈子造了什么缺德事，黑心钱赚多了，老天爷报应他，让他断子绝孙啊。这还不算最狠的，最让他痛心的是他那些亲戚，那些堂兄弟表兄弟，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，背地里一双双眼睛都像饿狼一样盯着他的财产。大家都在等什么？等他两腿一伸，两眼一闭，名正言顺的来瓜分他的家产。悉达多心里苦啊，他常常一个人在深夜里走到祖宗牌位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来，眼泪直流。他心想，我悉达多这辈子做生意公公平平，从来不偷工减料，遇到穷人我也经常施舍。我明明是个好人，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惩罚我？难道我真的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吗？为了求一个孩子，他什么办法都用尽了，全印度的神庙他都拜遍了，多少奇珍异宝捐出去，多少偏方秘药吃下去，可是他夫人的肚皮就像一块石头一样，毫无动静。就在他绝望到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他听说了一件大事，觉悟的圣者，也就是佛陀，来到了王舍城。悉达多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立刻命人准备了最丰厚的礼物，一车一车的珍宝，亲自拉着去拜见佛陀。一见到佛陀，这位平时高高在上威风八面的首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扑通一声跪在佛陀脚下，眼泪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往外涌。他哭着喊道，世尊啊，您大慈大悲，您告诉我，我这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我行善积德，从不欺诈，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不公平？连一个传宗接代的子嗣都不肯给我，他们都说我是恶业缠身，难道没有儿子真的是我这辈子的报应吗？各位，你们听听这个话，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多求子不得的人心里喊出来的话一模一样？觉得委屈，觉得老天爷不长眼嘛？佛陀当时坐在那里，看着痛哭流涕的悉达多，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责备，反而露出了一个非常慈悲非常温暖的微笑。佛陀轻轻地开口了，声音就像春风一样，悉达多，你真的认为儿孙满堂才是唯一的福报吗？你真的觉得没有子嗣就是老天爷在惩罚你吗？悉达多愣住了，他抬起满是泪水的脸，呆呆地看着佛陀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在世俗人的眼里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佛陀说，你先别急着哭，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穷苦农夫的故事。佛陀的声音把悉达多带回了遥远的过去。在那一世，有一个农夫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
那一年遇到了大旱灾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农夫和妻子饿得皮包骨头，家里的米缸早就见底了，只剩下最后一小把粮食，煮了一碗稀得不能再稀的粥，这就是他们夫妻俩最后的救命口粮。吃完这顿，下一顿只能等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来了一群出家人，这群修行者一路化缘，也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农夫看着这些面黄肌瘦却依然安静祥和的修行者，心里猛地一震，他转过身，端起那碗仅剩的用来保命的稀粥，毫不犹豫地走出去，全部倒进了带头那位修行者的钵里。他的妻子在屋里看到了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冲出来指着农夫的鼻子破口大骂：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们自己都快要饿死了，你还把最后一口饭给别人，你把饭给了他们，我们明天吃什么？我们拿什么活下去？各位，你们体会一下那个妻子的绝望。这要是换做我们普通人，肯定也觉得这男的脑子进水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农夫呢，他非常平静，他看着妻子说了一句震破天惊的话：夫人，如果我们注定要饿死，我宁愿这条命死得有意义，死在布施的善行上。但如果我们为了活命变得自私吝啬，看着这些有道德的修行者饿死在我们面前，那我们就算活下来，这条命又跟禽兽有什么区别？说完这句话，农夫因为体力不支，眼前一黑，直接饿昏了过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那群修行者中带头的那位长者忽然转过身来，他看着倒在地上的农夫，眼眶湿润了，竟然流下了眼泪。原来这位长者不是普通的和尚，他是一位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大圣者。他有神通，他完全知道这个农夫家里已经没有一颗米了，他是故意来考验这个农夫的。阿罗汉立刻施展神通，变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，黄金白银整整齐齐的堆在农夫的家门口。阿罗汉对着还在发愣的妻子说：你的丈夫是一个真正的菩萨，这些财富是他今天舍命布施应得的现世福报，但是你记住，这点金银财宝根本算不上他最大的福报。妻子傻眼了，结结巴巴地问：那他最大的福报是什么？阿罗汉无比庄严地说：因为他今天种下了这份无私无我的清净大善因，他将生生世世富贵无忧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未来的某一生，他会遇到一位伟大的觉者佛陀，他将在佛陀的座下听到解脱的真理，彻底斩断生死的轮回。故事讲到这里，佛陀停了下来，静静地看着眼前目瞪口呆的须达多。佛陀说：须达多，那个宁可饿死也要布施的农夫不是别人，正是你的前世。须达多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他全明白了，难怪自己这辈子做生意这么顺利，难怪自己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，原来这都是自己前世拿命换来的善报。可是须达多还是不明白，他急切地问：世尊，既然我前世种下了这么大的善因，既然我福报这么深厚，那为什么唯独在子嗣这件事上我要受这么大的折磨？为什么我生不出孩子？佛陀收起了微笑，眼神变得无比深邃，他指着须达多的心口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因为这根本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，这是你自己前世发下的大愿。须达多，你仔细回想你灵魂深处的记忆，当年你把最后一碗粥布施给阿罗汉的时候，你虽然饿晕了，但你在那一刻看着那些修行者云游四方，无牵无挂的背影，你的心里升起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念头。你当时心里在想，有家世的牵绊太痛苦了，为了老婆小孩，人会变得自私，会舍不得布施。如果我有来生，我希望我能拥有巨大的财富，但我绝对不要有家庭和子女的束缚，我要清清静静，无牵无挂，用我所有的财富去供养全天下的修行者，去救济全天下可怜的穷人。须达多，你前世的这个念头太强烈了，它化作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愿力，深深地种在了你的第八识阿赖耶识里。老天爷成全了你啊！这辈子你拥有了天下第一的财富，同时你也如愿以偿，没有了子女的牵绊，你现在的无儿无女根本不是什么绝世的恶业，那是你自己求来的通天大道啊！轰！佛陀的这番话就像一道九天玄雷，直接劈开了须达多心里那座压了几十年的大山。须达多恍然大悟，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但这一次不是委屈的眼泪，而是激动、释怀、感恩的眼泪。他终于明白了，
原来自己这半辈子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忘记了前世的愿望，反而被世俗的偏见给绑架了。他天天求神拜佛要个儿子，简直就是在跟自己前世最伟大的愿力作对啊。佛陀看着他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你现在拥有这么多财富，却没有子女来分心，你不用操心儿子以后败家，不用操心财产被后代挥霍，这不正是你实现前世誓言最好的时机吗？去吧，去用这些财富建造精舍，去帮助那些快要饿死的人，去护持正法的传播，这才是你这辈子来到人间的真正使命。从那一天起，须达多彻底变了一个人，他不再为没有儿子而唉声叹气，他把家里的仓库全部打开，把金银财宝一车一车的拉出去，他出资买下了一大片无比美丽的园林，甚至用黄金铺满了整个地皮，这才打动了原本的主人，建成了佛教历史上最著名的道场祇树给孤独园。他成了全印度所有孤儿、寡妇、穷人的依靠，大家都尊称他为给孤独长者。到他临终的那一刻，他没有像别的老人那样因为舍不得儿孙而在病床上死死挣扎，他走得非常安详，面带微笑，因为他证得了出果，他知道自己完成了这辈子最伟大的使命。各位，故事讲完了，但这个故事的结局你们一定要听懂。须达多死后，因为没有亲生儿子继承，按照当时的法律，他庞大的财产全部充公，归国王所有。可是当时的国王波斯匿王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明君，国王说，须达多长者一辈子都在做慈善，他的钱我一分都不能要。国王下令将这些充公的财富全部用来建立救济机构，建学校，建医院，继续帮助那些穷苦的老百姓。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如果须达多当年真的求到了一个儿子，这笔巨大的财富会变成什么样？绝对会在他儿子孙子手里为了争夺家产打得头破血流，然后拿去吃喝嫖赌，几代人就败个精光。可是正因为他无儿无女，他的财富反而化作了千万人的救命钱，这份功德庇荫了成千上万的百姓，持续了好几代人。你告诉我，这种传承难道不比生一个只会伸手要钱的儿子要伟大10000倍吗？这难道不是比所谓的香火来得更深远更震撼吗？所以不要再戴着世俗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五子这件事了，老天爷的算盘打得比你精明得多了。各位，听完前面古印度首富的故事，可能有些女士眼眶已经红了，你们心里可能会想，尼斯啊，你说的那个是男人，而且是超级有钱的大富豪，他当然可以拿钱去做慈善。可是我们女人呢，在我们这个社会，一个女人如果结了婚生不出小孩，那可是要被婆家扫地出门，被街坊邻居戳断脊梁骨了。好，我们心里的苦谁能懂？你们的苦我怎么会不懂？我见过太多因为生不出小孩，在婆家抬不起头，最后得了忧郁症，甚至想不开的女人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第二个故事，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一个被逼到绝路，连死神都不收，最后却活成了万人母亲的真实故事。时间回到唐朝，有一位女修行者，后来的法名叫做妙慧。妙慧年轻的时候，那可不是什么寻常人家的女孩子，她是一位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，长得也漂亮。到了出嫁的年纪，风风光光的嫁给了一户门当户对的好人家。一开始夫妻恩爱，公婆和善，日子过得也是如胶似漆。可是3年过去了，5年过去了，妙慧的肚皮始终静悄悄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一下婆家的脸色全变了，那个原本慈眉善目的婆婆开始天天指桑骂槐，甚至当着亲戚的面指着妙慧的鼻子骂，我们家可是3代单传的单根独苗，娶了你这么个金贵的大小姐，结果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你想让我们家绝后啊你！各位女同胞，你们听听这话像不像刀子？一刀一刀剜在妙慧的心上。妙慧是个传统的女人，她觉得这全是自己的错，是自己命不好。她每天偷偷熬那些苦得要命的偏方喝到吐酸水。她去各大寺庙磕头，把额头都磕破了，可是没用啊，体质的原因就是怀不上。最后她的丈夫也受不了家族的压力，冷着脸丢给她一纸休书。在那个年代，被休回娘家的女人简直比犯了死罪还要抬不起头。妙慧提着个小包袱，哭着走回娘家。结果呢，娘家的嫂子翻着白眼，嫌她晦气，说她败坏了娘家的门风。
连他的亲生父母都觉得丢人，整天唉声叹气，巴不得他赶紧从眼前消失。天下之大，竟然没有一个能容得下他这具肉身的地方。那是一个腊月寒冬的深夜，大雪纷飞，北风呼呼的刮，吹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。庙会穿着单薄的衣服，漫无目的地走在荒郊野外，他心灰意冷到了极点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扫把星，是一个十恶不赦、罪业深重的废人。他走到了一座破旧的寺庙门口，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里。他不走了，他心想，老天爷，既然我这辈子是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无用之人，那您就把我这条贱命收走吧，我就冻死在这里，干干净净。雪越下越大，庙会的眉毛上、头发上全都结了冰，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。就在他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寺庙的两扇破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寺里的老住持提着一盏防风灯，拿着扫把出来扫雪。灯光一晃，老住持吓了一跳，怎么雪堆里跪着个冰人？老住持赶紧把他救进屋里，灌了几口热姜汤，庙会这才悠悠地醒过来。老住持看着他，叹了口气问，女施主，看你年纪轻轻，为何要在这冰天雪地里想不开？庙会一听，压抑了多年的委屈瞬间爆发，嚎啕大哭，师父，您别救我，让我去死吧，我是一个生不出小孩的女人，我被婆家休了，连亲生父母都嫌弃我，大家都说我前世造了天大的恶业，今生才受这种断子绝孙的报应，我活着也是给别人丢脸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各位，你们仔细听好，老住持接下来说的这番话不仅救了庙会的命，也希望能彻底敲醒屏幕前还在为此痛苦的你们。老住持听完他的哭诉，没有像普通人那样安慰他，反而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喝一声，糊涂！这一声大喝就像佛门里的狮子吼，直接把庙会给震懵了。老住持指着他，声如洪钟地说，谁告诉你女人活在世上就只为了一个子宫，就只为了解决别人家传宗接代的问题？你以为生不出孩子就是罪业深重吗？你读过书，你告诉我，你知道佛陀的姨母摩诃波提吗？当年佛陀的生母难产去世，是这位伟大的姨母一口奶一口奶的把佛陀抚养长大，他没有生下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出家修行，成为了佛教历史上第一位比丘尼，他带领着500名女众，全部证得了阿罗汉的最高果位。你敢说他生不出儿子是罪业深重吗？你敢说他的人生没有价值吗？庙会彻底愣住了，他的眼泪挂在脸上，连擦都忘了擦。老住持语重心长地说，孩子，生育只是女人身体众多功能中的一种，它绝对不是你生命的唯一价值。老天爷关上了你生育的这扇门，恰恰是在告诉你，你这条命有比窝在后院里相夫教子更重要更伟大的使命，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出家修行？就这样，那一夜世间少了一个被抛弃的怨妇，佛门多了一位法名庙会的比丘尼。一开始庙会在寺庙里只是做些劈柴、挑水、扫地、做饭的杂活，但是当他的心彻底安静下来，不再被世俗的偏见折磨后，他生命中真正的天赋开始大放异彩。他发现自己对佛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悟性，那些艰涩难懂的法华经、楞严经，别的老修行看了几十年都云里雾里，他看上几遍就能领悟其中的真谛。更奇妙的是，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，他能把极其深奥的佛法用最白话、最接地气的方式讲给那些没念过什么书的普通老百姓听。就像我现在给你们讲课一样，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来越多的人跑来听庙会师父讲经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和他当年一样，因为无法生育或者生不出儿子，被家庭抛弃，被世俗歧视的苦命女人。这些女人来到庙会这里，就像找到了避风港。庙会看着他们，满眼都是慈悲。他心想，我没有亲生骨肉，这些受苦受难的姐妹就是我的骨肉。庙会不仅教他们念佛、诵经，帮他们解开心里的死结，他还教他们实实在在的生存技能。他教他们认识草药，教他们医术，他教他们纺线织布，教他们种植庄稼。他告诉这些女人，不靠男人，不靠生儿子，我们女人一样可以堂堂正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渐渐的，
在庙会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女众修行团体，他们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。这个破旧的小寺庙后来发展成为了唐朝一个非常著名的女众道场，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女修行者。历史学家曾经做过统计，在庙会师父一生的弘法中，直接或间接受到他帮助改变了悲惨命运的女性超过了1万人。这1万多人里，有的后来成为了德高望重受人顶礼膜拜的比丘尼，有的虽然还俗回到了社会，但也成为了自强不息到处帮助别人的善心大姐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庙会师父在60岁那年预知时至，准备圆寂。那一天，整个寺院的里里外外，甚至连山路上密密麻麻跪满了前来送别的女人，哭声震天动地。一个年轻的比丘尼跪在庙会师父的床前，紧紧抓着他冰冷的手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师父啊，您虽然没有生过一个亲生孩子，但您是我们这1万多人共同的母亲啊，没有您，我们早就死在风雪里了。您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，您的慧命我们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。庙会师父听着这句话，嘴角露出了无比安详无比满足的微笑，闭上了眼睛。各位，这就是唐朝女德庙会的故事。你们现在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一个被世俗骂作罪业深重的弃妇，她最后创造出的生命价值，难道不比那些在后宅里斗了一辈子只为生个大胖小子的女人要伟大1000倍1万倍吗？庙会影响了那1万多个生命，难道不比1、2个亲生骨肉更有意义吗？它传递给世人的那种自强不息的智慧和慈悲，难道不是比所谓的 DNA 更珍贵的传承吗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一个女人如果能放下世俗的偏见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和使命，哪怕你一辈子不结婚不生小孩，你积累的福报也足以惊天地。气鬼神，谁再敢拿不生育来嘲笑你贬低你，你就把庙会师父的故事摔到他脸上，告诉他你的燕雀之志怎么能懂鸿鹄的通天大道。各位，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现在，前面讲了古印度的首富，讲了唐朝的弃妇，你们可能心里会嘀咕，尼斯啊，你讲的都是古代的事情，离我们太遥远了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生不出小孩我们可以去做试管婴儿啊，花点钱不就行了吗？你们以为现代医学就是万灵丹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这份对必须要生个孩子的使命执着，现代人受的罪一点都不比古代人少，甚至在精神上的折磨还要翻上10倍100倍。我给你们讲一个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极其真实的现代夫妻的故事。这对夫妻啊，原本条件非常好，2个人都在大公司上班，收入高，感情也深，可是结婚好几年就是怀不上。去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是医学上某种难以克服的原因，自然怀孕的几率几乎等于0。从那一天起，这对夫妻的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更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。妻子疯了一样的开始上网查资料，什么偏方都吃，什么神都拜。最后2个人决定去做试管。各位女同胞，有经历过或者身边有亲戚做过试管的，你们心里最清楚那是什么罪？那根本不是人在受的罪啊！为了取几颗健康的卵子，这位妻子每天要给自己肚子上打排卵针，粗粗的针头，1天1针，到了最后整个肚皮上全是一块块紫黑色的淤青，连一个能下针的好地方都找不到。打针打的荷尔蒙失调，整个人发胖水肿，情绪崩溃，常常半夜里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咬着毛巾痛哭。丈夫在外面拼命赚钱，回到家看着妻子被折磨成这样，心如刀割，可是他不敢劝啊，他只要稍微说一句，老婆太苦了，要不我们算了吧，妻子就会像发疯的狮子一样扑过来，又抓又咬。你是不是嫌弃我生不出孩子？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，去外面乱搞？这就是执念，这就是魔障。一次植入，满怀希望的躺在床上10几天，连翻个身都不敢。结果抽血1夜失败了，2次植入失败，3次植入，胚胎好不容易着床了，2口子高兴的抱头痛哭。结果到了第8周去照 B 超，医生冷冰冰的说没有心跳了，胎停，准备安排引产手术吧。那一刻，妻子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，看着天花板上刺眼的白光，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已经跟着那个没成型的胚胎一起死掉了。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7、8年，家里的积蓄花了一干二净，连原本准备换大房子的头期款都砸进了医院里，
妻子得了重度的忧郁症，每天拉着窗帘不见阳光，不出门，甚至连丈夫都不理。她每天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的人生完了，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丈夫虽然表面上还在苦苦支撑，每天强颜欢笑地给她做饭喂药，但她的眼神里也充满了绝望和深深的疲惫。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已经到了家破人亡的边缘。直到有一天，命运的齿轮因为一本落满灰尘的旧书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运转。那天下午，妻子在整理娘家搬过来的一个旧纸箱，她本来是想找一把剪刀结束自己这痛苦的生命，结果她在箱子最底下翻出了一本用黄布包着的老书，那是她已经过世的外婆生前每天都要诵读的地藏菩萨本愿经。她鬼使神差地解开黄布，随手翻开了一页，纸张已经发黄了，上面有一行字，外婆当年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底线，那行字写着：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各位，这16个字是地藏王菩萨发下的震动十方三世的超级大愿。意思是说，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受苦的众生没有得到解脱，我就绝对不接受成佛的果位。只要地狱里还有一个最苦的灵魂，我就永远留在地狱里救度他们。这位妻子呆呆地看着这行字，突然之间，她就像被9天之上的闪电劈中了一样，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。她在心里问自己，地藏王菩萨为了救度那些跟他非亲非故甚至罪大恶极的众生，连成佛这种最高最圆满的境界都可以无限期的往后延。他把全天下的众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爱，而我呢，我为了一个还没有来到世上不知道有没有缘分的肉体，我把爱我入骨的丈夫折磨得生不如死，我把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变成了冰冷的地狱，我甚至要放弃我这无比珍贵的人生去寻死觅活，这太狭隘了。我这是在爱我自己那点可怜的面子，我是在死死抱着一个虚幻的执念不肯撒手啊。他跌坐在地上，抱着那本经书放声大哭，这一次不再是委屈和绝望的眼泪，而是如释重负的眼泪。当天晚上，丈夫下班回家，惊讶地发现客厅的窗帘拉开了，阳光洒进来，妻子做了一桌子她最爱吃的菜，坐在桌边平静地看着他微笑。妻子拉着丈夫的手说，我们不生了，我们把准备做下一次试管的钱拿出来，去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吧。丈夫听完眼眶一红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这对夫妻说到做到，他们不再纠结于医院的各项指标，而是联系了一家偏乡助学机构。他们把原本用来打针吃药的钱全部拿去资助了10个深山里因为贫穷而面临辍学的孩子。几个月后，他们收到了第一批孩子们写来的感谢信，信纸有些皱巴巴的，字迹歪歪扭扭。一个小女孩在信里写道，好心人阿姨，谢谢您给我交了学费，我本来明天就要去南方的生产线上打工了，是您让我能继续坐在教室里，我长大了一定要像您一样做一个好人。看着这封信，妻子哭了，她摸着信纸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从那以后，这对夫妻就像变了一个人，他们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爱都倾注在了这些孩子身上，不仅会买书本买衣服，还去大山里看望他们，陪他们聊天，给他们指引人生的方向。10年过去了，这10年里他们资助的孩子从10个变成了几十个。妻子的忧郁症早就不药而愈，她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母性的光辉，开朗自信，充满活力，看起来比10年前还要年轻10岁。那个当年写信说要去工厂打工的小女孩，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学生。她在妻子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然后紧紧握住妻子的双手，满脸泪水地说，阿姨，您知道吗，在我们这几十个孩子的心里，您和叔叔也是我们的父母，没有你们当年拉我们一把，我们可能现在都在工厂的生产线上，或者早早就嫁人生子，重复着贫穷的命运。是你们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，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。那一刻，妻子泪如雨下，她转过头看着丈夫，两人都笑了。她彻底放下了心中所有的遗憾，她终于明白了老天爷的良苦用心。她和丈夫虽然没有生下一个带有他们基因的亲生骨肉，但他们却拥抱了几十个心灵相通，未来会
把这份善良继续传递下去的优秀儿女。这种善的传递，这种慧命的延续，难道不比单纯的基因繁衍要深远得多，伟大得多吗？各位，故事讲完了，你们看看这个妻子，她以前觉得没有孩子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，可是当她顿悟之后，她才明白，执着于没有孩子才是她人生最大的业障和不幸。当她愿意松开紧握的双手，放下那个把她逼入绝境的执念，用一颗慈悲的心去爱世界上其他无助的生命时，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她的孩子，她反而得到了世间最大最圆满的幸福。我常说，算命，你算得出八字里的仔细心，但你算不出一个人发下大愿，放下我执之后，能爆发出多么惊天动地的能量。这三个故事，一个古代首富，一个唐朝弃妇，一个现代夫妻，横跨了几千年，身份地位完全不同，但他们都在向我们揭示同一个宇宙真相。无儿无女从来都不是业障，关键在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它，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它，你能不能把这个看似遗憾的因缘转化成你生命中最大的一场功德。那些能够放下执念，找到生命更大意义的人，他们积累的福报绝对远远超过那些只是为了防老，为了传宗接代而生育的人。各位，我们把情绪先收一收。前面我给你们讲了3个感大于天的故事，我相信你们心里那个硬邦邦的结已经开始松动了。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一群婆婆妈妈、叔叔伯伯，听完故事转头去菜市场买个菜，要是再碰到哪个不识趣的老邻居斥你一句，哎呀，没孩子还是命苦哦，这都是因果报应啊，你这心里肯定又要犯嘀咕，又要难受了。所以今天我要用最接地气的话，把佛教里最核心的因果业力给你拆得明明白白。我要让你以后再听到这种风凉话的时候，能够挺直腰杆，理直气壮地怼回去。在佛教的教义里，业力的运作有一个非常核心、非常霸道的原则，这4个字你们一定要拿笔抄下来，叫做业由心造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老天爷在给你记账的时候，他看的不是你表面上干了什么事，他看的是你干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你的发心不同，你造下的业力就完全是两码事。我们就拿生孩子这件事来说，你们真的以为只要能生出一个大胖小子，就是在积累善业，就是在传递福报吗？大家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也去看看周围那些拼了老命要生小孩的人，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有的人是真心的爱孩子，想给一个新生命提供温暖的家，这是纯粹的善因。可是绝大多数的人呢，他们生小孩是为了什么？养儿防老啊！我现在养他小，他以后得养我老，给我端屎端尿，光宗耀祖啊！我得生个儿子，不能让我家这块招牌断在我手里，我要让村里人看得起我。更有甚者，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，当成炫耀的工具。孩子考不上好大学，就非打即骂，觉得给自己丢了脸。各位，你们用佛法的智慧去照一照，这种充满了计算、充满了交易、充满了面子工程的发心，它是纯粹的善吗？这根本就是一种极度自私的贪念。带着这种贪念生下来的孩子，将来长大了不跟你讨债，不把你气出心脏病，那才是见鬼了。反过来，我们看看那些没有孩子的人，有的人选择不生，是因为他深思熟虑过，觉得自己目前的经济条件、心理状态根本无法给一个孩子完整的爱和教育，与其生下来让他受苦，不如不生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负责任，这叫慈悲。还有的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他想把精力和财富拿去帮助更多可怜的人，拿去做社会公益。你告诉我，这种选择哪里有恶业？这简直是菩萨的发心好吗？唯识论里面讲，业力就像种子一样，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。你心里种下的是慈悲，是豁达，长出来的果报就绝对是福气和自在。把所有无子的情况都简单粗暴地说成是上辈子造了孽，这简直是对因果律最大的侮辱。接下来我还要教你们一个更厉害的法宝，下次再有人拿业障来吓唬你，你就用这2个词去扇他的脸，一个叫共业，一个叫别业。什么叫共业？就是我们这群人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大环境里，大家共同承担的果报。你看看现在的社会，空气污染、水质污染，食品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添加剂、防腐剂。年轻人天天加班熬夜，压力大得像座山，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。在这种高压高污染的工业环境下，
人的身体机能本来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。现在不孕不育的比例这么高，很多时候是这个时代的共业造成的身体因缘不具足。什么又叫别业？就是你个人的身体指标，你个人的际遇。佛陀在因果经里讲得非常清楚，一个业力要成熟，必须具备4个条件：因、缘、时、处。就算你前世真的种下了某个因，但如果这一辈子你身体的缘不具备，时间和地点不对，这个因也不会结出果来。也就是说，你生不出小孩，可能纯粹就是这辈子先天的体质问题，或者是大环境的影响。这就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生理现象、自然现象。你为什么非要往我上辈子肯定是个杀人放火的坏蛋那里去扯呢？你这不是没事找事，自己给自己扣死盆子吗？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，跳出这个世俗的烂泥潭去看看。如果说没有后代就是业障深重，那你们去看看佛陀当年的10大弟子，舍利弗、目犍连、阿难尊者，哪一个不是智慧通达、福报深厚的圣者？他们个个终身未婚未育，全部出家修行去了。难道你能指着阿难尊者的鼻子说，哎呦，你没生儿子，你业障好重哦，你敢吗？你怕是不想活了吧？他们虽然没有生下肉体上的亲生子女，可是他们教导出来的弟子遍布五湖四海，他们传播下来的佛法2000多年来救了多少人的命，度了多少人的灵魂。这种慧命的传承，难道不比你家那本破族谱要珍贵10000倍吗？再说的通俗一点，我们不讲佛教，就讲讲历史上的那些伟人。你们去查查历史，孔子最得意的门生，那个被称为父圣的颜回，32岁就死了，根本没有留下半个后代。你能说颜回的人生没有价值吗？西方那个伟大的耶稣基督，终身未婚，没有子女，但他把爱传给了全世界。你们再看看近代那些改变了全人类命运的天才，发明交流电的尼古拉特斯拉，终身未婚无子，写出无数伟大交响乐的贝多芬，没有子女，甚至连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也是孤独终老。这群人哪一个有世俗眼里的香火？可是他们发明的电灯点亮了你们家的客厅，他们的音乐抚慰了你们的心灵，他们的思想推动了整个人类的进步。他们虽然没有把自己的 DNA 传递下去，但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精神就是他们生生世世的孩子。这些孩子永远不会老，永远不会死，永远在这个世界上闪闪发光。所以啊，把你们脑袋里那些老掉牙的旧观念通通给我扔到垃圾桶里去。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由你的子宫决定的，你的福报也绝对不是由你家户口名簿上的厚度决定的。真正决定你业力走向的，是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，你心里怀着的是善良还是恶毒，是你看到别人受苦时，你是伸出援手还是落井下石，是你在面对自己人生的缺憾时，你是怨天尤人还是坦然接受，努力把日子过得充实精彩，有止无止。只不过是你这漫长生命旅途中的一个小小的风景，它既不能代表你过去是个坏人，也不能决定你未来就一定是个苦命人。佛法讲3世因果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为你的未来造就新的因果。只要你现在的心是正的，你做的事是善的，你就是在积累全天下最大的福报，你就在走向一条无比光明的解脱大道。好了，今天我跟你们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记性不好，常常是左耳进右耳出，所以今天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次，把今天讲的这几个禁忌和几个救命招给你们死死的钉在脑子里。禁忌第1条，千万别再被世俗绑架，别再听那些三姑六婆在那边乱讲，说什么没生孩子就是上辈子造了孽，欠了天大的业债，那是他们不懂因果，在造口业。你绝对不能拿别人的无知和恶毒来惩罚你自己。禁忌第2条，绝对不能死，抱着必须要有骨肉的执念不放，执着才是人生最大的业障。为了求一个孩子，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，夫妻反目，一生是病，你这根本不是在求福报，你这是给自己造活地狱啊。那救命招是什么？第1招，转念。你要知道，无儿无女根本不是绝路，它很可能是你自己前世发下的大愿力，是老天爷看你前世太善良，这辈子特意抽走了你家庭的牵绊，给你铺了一条不受世俗拖累，广济苍生的通天大道。第2招，传承慧命。不要把眼睛只死死盯在 DNA 的延续上，去爱天底下其他的生命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你传递下去的慈悲和智慧，比生10个亲生骨肉还要伟大。听懂了没有？讲到这里，
我今天就跟各位说句掏心掏肺的话，人心才是世间最大的风水局。你如果心地善良，满脑子都是利他思维，总想着怎么去帮助别人，怎么让这个社会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好，哪怕你今天孤身一人，无儿无女，你也是一尊行走在人间的大菩萨，你的身上会自带万丈光芒，老天爷、宇宙的正能量都会自动向你汇聚，保佑你晚年无忧，得大自在。相反，如果你的心肠狭隘自私，生孩子只是为了给自己撑面子，把孩子当成你养老送终的工具，哪怕你算尽了天下所有的好风水，生出了一拖拉库的儿子，我告诉你，那也全都是来讨债的讨债鬼。到你老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们只会为了抢你的房产打得头破血流，连一口热水都不会给你喝。这就是因果，这就是报应。所以与其天天求神拜佛求指示，不如好好修你这颗利他的善心。当你把爱给了全世界，全世界都会把你当成最亲的亲人。此刻无论你现在是儿孙绕膝还是孤单一人，无论你曾经因为没有孩子受过多少委屈，流过多少眼泪，我希望我今天这番话能像一把火，彻底烧掉你心里的阴霾。现在我要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在这支影片的下方，在我们的留言区里留下你的善言，留下你的祈福。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，都请你写下这一句，愿一切有情得大自在，或者写下你对其他苦难生命的真诚祝福。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句话，当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里发出这份慈悲的善念时，这股正能量足以化解世间无数的偏见与痛苦。最后，愿我们都能放下执念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光明。我们下期再会。